位朋友大家好，前几期话题都比较沉重，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点轻松的，咱们就聊聊70后的事。很多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60后，但今天咱们要说的70后反而是比我虚长几岁，长得也不是特别多，也就是500多岁吧。咱们今天聊的是大明朝的70后。大明朝建立于公元1368年，灭亡于公元1644年，所以在这期间它有3代70后，一个是1370年，一个是1470年，还有1570年。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1470年这一代的70后的几个人物。首先呢，咱们要聊的人物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唐寅、唐伯虎。提起唐伯虎，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故事，唐伯虎点秋香3笑的故事。秋香在历史上还真有其人，不过呢，她并不是官宦小姐的婢女，而是在金陵的一名名妓。秋香本名林奴儿，号秋香，擅长琴书画，在当时有吴中才女的美称，可谓是才色俱佳。那唐伯虎真的点过秋香吗？应该是点不到，因为隔着太远。秋香生于1450年，她比唐伯虎整整大了20岁。那既然点不到，那3笑的故事又是从何而来呢？这个故事实际上是经过移花接木，再经过张冠李戴这么反复拼接而成的。3笑这个故事啊，最早是出自于一本叫《尔谈》的明朝人写的小说，作者叫王同轨。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苏州才子陈超元有一次呢，在外面遇见了一个官宦人家的婢女，当时他第一眼见到这名婢女就醉了，醉的是一塌糊涂。这名婢女可能也感觉到有人在注视她，所以循着目光望去，就看到了陈超元那双痴迷的眼睛。这名婢女先是很害羞，低下了头，然后突然抬起头问了一句：“你瞅啥？”陈超元说：“瞅你咋地？”于是二人就扭打了起来。不好意思，有点讲串了，刚才讲的是3笑的东北版，咱们还是说说苏州版。这名婢女见到陈公子那副傻呆呆的样子，不禁莞尔一笑，这一笑就彻底的将我们陈公子给征服了。后来陈公子就千方百计的打听到这名婢女所服侍的小姐家住何处，而且他还了解到这名小姐的府中还有2位公子，是她的2位兄长。不过呢，读书不好，脑子比较笨，笨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说，很有可能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这2位躲起来了，或者在上帝在向人间遍洒智慧雨的时候，这2位突然打起了一把伞。反正就是比较笨，读书读不下去，书童啊伴读啊已经换了好几个了，都没有满意的。于是陈超元就抓住这个机会应征了他们家的书童。陈超元还是有才华的，他因势利导，废物利用，居然让这2位的功课是大有长进。他们的父亲这府中的老爷知道后大为欣喜，对陈超元是格外看重。这时候陈超元觉得机会到了，就开始提条件。他说：“我想离府了。”问他原因，他说：“我要娶亲。”那2位傻公子这时候已经离不开他，说：“你不是就想娶媳妇吗？那我府中的姑娘你随便挑，挑中哪个我就让她给你当媳妇。”此话正合陈超元的心意，于是陈超元就点了秋香。秋香就是那个婢女的名字。就这样，秋香就嫁给了陈超元。秋香也记得他，对他说：“你不就是那天盯着我看那个人吗？”陈超元说：“没错，就是我。”秋香说：“你本为贵公子，何故自荐耳？”陈公子说：“汝昔笑故我，不能忘情耳。”大家看这个故事的梗概，就和我们熟悉的唐伯虎点秋香那个故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这里说的是陈超元，又有唐伯虎什么事儿呢？这就要感谢冯梦龙了。冯梦龙在他的小说《警世通言》中，将这个故事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将苏州才子陈超元变成了当时在苏州更有名气的一名公子唐伯虎。故事的名字也改成了唐介元一笑姻缘。这时候还只是一笑，到后来的文人觉得一笑不过瘾，就加到了3笑。
冯梦龙称唐伯虎为唐介元，那是因为唐伯虎确实在乡试中考了第一，乡试的第一又被称为介元。乡试相当于省试，介元也就是全省第一名。乡试考中以后，就算得到了举人的身份，而且还有资格进入下一级的考试，就是会试。会试就是全国性的考试，会试的第一名叫会员。通过会试的考生有机会进入殿试，而殿试的第一名那就是状元了。古人讲的连中3元，说的就是介元、会元和状元。唐伯虎中介元的时候不过只有16岁，在当时来说是轰动一时。唐伯虎对自己也是信心满满，他觉得介元不过是他今后辉煌前程的一个起点，他以后还要飞得更高更远。但他绝对不会想到，16岁的那一年，他以为的不过是自己牛刀小试，而实际上却是他生命中最高光的时刻。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身上的光芒不断的暗淡下去，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唐伯虎并不像电影小说中说的那样是一名富家公子，他的父亲是酿酒的，算是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在他25岁的那一年，他的生活经历了几次严重的打击。先是他的父亲病逝，接着他的母亲病逝，然后是他的原配妻子徐氏在生产以后不久去世，再然后就是他刚刚几个月的儿子病逝。这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唐伯虎是心痛欲碎，但他很快还是振作了起来，发奋读书，准备迎接在1498年举行的会试。但也就是在这次会试中，他又遭受了更加严重的打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伯虎科场舞弊案。这个案子大概是这样的：唐伯虎在进京赶考的途中，认识了一个同乡，叫徐经。徐经可谓是当地的首富，而且特别渴望能够获取功名，为家族争光。他对唐伯虎也是仰慕已久，所以呢，非常愿意与唐伯虎一起结伴同行，并且承诺将负担旅途中的全部费用。唐伯虎也觉得徐经这个人谈吐不俗，并没有很多的铜臭气，所以两个人聊着聊着也就成了朋友。两个人后来又一起参加了会试。这次会试呢，应该说机会比较大，总共有3000多名考生，而录取的人数呢，差不多是300多人，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考完以后，唐伯虎自我感觉良好。有一次，他和几个同时参加考试的考生在一家酒馆喝酒的时候，唐伯虎有点喝多了，喝多了以后就说了一句大话，说本期的会员非我莫属。旁边的徐经也随口附和，说此次会员非唐公子莫属。周围的考生很纳闷，就问唐伯虎，你怎么这么肯定你能得第一呢？这期的考题其中有一题可是非常之难的。唐伯虎笑道，这有什么难的，你们听听我是怎么答的。然后他就把怎么回答的那道难题跟大家复述了一遍。大家听了以后不禁是心悦诚服，此届会员非唐伯虎莫属。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位嫉妒唐伯虎的考生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当时的一名给事中，叫华昶，说那道题那么难那么偏，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答，唐伯虎怎么会知道的？莫非他事先知道了考题？华昶就将这件事情写成了奏折，呈送给了当时的明孝宗朱佑樘，而且明确指出，给唐伯虎和徐经泄题的就是当时的副主考官礼部右侍郎程敏政。程敏政是当时有名的文人，而且还曾经做过明孝宗的老师。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明孝宗后来派锦衣卫专门来审理。锦衣卫在审理此案的时候，就将唐伯虎、徐经甚至是华昶都一起抓了起来。锦衣卫审理了几次，每次几个人的口供都不一样，最后明孝宗一生气，干脆自己亲自来审。在殿堂之上，徐经承认他确实是去拜访过程敏政，当时还送了程敏政一块金子作为见面礼。不过那时候程敏政并不是主考官，明朝时期对科举是非常的重视，生怕会有舞弊的情况发生，所以一般每次会试的主考官都是在会试开始之前的1-2天才确定下来。
而这些主考官、副主考官被确定以后，马上就会被封闭起来，不与外人发生联络，一直到发榜结束。而且考题也是由主考官和副主考官在考试之前的几天，在皇帝指定的几本书的范围内出题，这样呢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考题外泄。所以徐经和唐伯虎他们去拜访程敏政的时候，程敏政还不知道自己将会成为考官，所以自然也就不存在泄题的事情。至于传说中的说徐经是买通了程敏政家中的书童，从程敏政用过的废纸中知道了考题，这个说法呢自然也就很难成立，因为程敏政在知道自己是考官以后，肯定不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肯定就已经被隔离开了，自然也就不会住在自己的府里。说起这科场舞弊不知道大家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过作弊行为。本人在此承认我做过弊，好像是学立体几何的时候，这门功课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只能作弊。但是呢，我是从来没有被抓住过，当然了，也从来没有及格过。说抄都能抄错了，指的就是我。自从有了科举制以后，防止作弊与科场舞弊一直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宋朝开始呢，所有的试卷都开始实行呼名制和誊录制，就是说每位考生的名字要被呼上，而且所有考生的考卷都由专门的人重新誊录一遍。这样的话就能不让主考官从字迹上找到自己想要关照的人。不过呢，这也防不住作弊行为，有的考生就专门在试卷中写下一些不常用的字，然后呢想办法给主考官递上一个小条子，标示出我在哪个地方用了哪些个不常用的字。主考官一看到这个字就知道这个人就是自己需要关照的人。这样的关键的字在当时叫关节。这还算好的，还有的更狠，你不是实行呼名制吗？有的考生就花大钱让那些负责呼名的官员将那些公认的特别有才华的考生写的考卷换成了自己的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发生过一起这样的案子，有一个姓马的考生很有才华，考完以后感觉也很好，觉得这次一定能考中，结果发现自己竟然是名落孙山。这位考生想不开就自杀了。后来这件事情被人提起来追查下去，发现这名考生的考卷居然是不翼而飞，其实是被别人窃走了，落在了另外一名考生的名下。那名考生最后是中了进士。还有一些是属于高智商的作弊，比如说在北宋的真宗年间，有一名御史叫杨毅，他呢在文人中很有影响，在那一年他已经被定为主考官。当时呢，有一些同乡的考生就想来巴结他，他们在一起喝酒吃饭的时候，对他是说了很多的恭维之词。听了这些话，杨毅表现的是很不耐烦，突然间就站了起来，说了3个字裴休哉，然后就扬长而去。当时那些考生们都被吓坏了，以为杨御史生气了，但其中有一些考生却把这3个字记在了心里。等到考完以后，凡是在试卷中提到裴休哉3个字的都得到了录取。裴休哉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句粗话，出自于尚书。尚书中也有粗话，意思呢就是裴呢就是一种表达声音的词语，休就是去的意思，走的意思，哉呢就是感叹词，连在一起呢，大概的意思就相当于现在说的去死吧。杨毅并不是真的生气，他是用这种方式传达了他的通关密语。还有南宋期间的丞相秦桧，有一年呢，他族中的弟子秦宣要参加科举考试。秦桧已经知道这一届的主考官是中书舍人程子文，于是他就请程子文到家吃饭。程子文来了以后，秦桧并不出面作陪，而只是安排管家为程子文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程子文在那里只能是自斟自饮，百无聊赖之际，突然发现桌上摆着几篇书稿，上面写的是秦宣札文，反正也无事，所以程子文就把这几篇文章拿来慢慢的读。他这顿饭吃的时间挺长，丞相迟迟不来，他也不能自己贸然的就离开，
所以就只能在这儿一边等一边看这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算是被他看得烂熟了。等过了几天，他被宣布成为当年的主考官。这时候他注意到了考生中有一名叫秦轩的人，这个名字他实在是太熟悉了，他马上也就想到了饭桌上的那几篇札文，当然也就明白了秦丞相的用意。于是他就围绕着秦轩的札文中所记述的内容出了考题。那秦轩自然是高中无疑。到了明代，科技有了进一步发展，大家知道现在间谍有的用那种隐形药水，写出来的时候看不见，然后放到水中自己就显现出来。在明朝实际上就有类似这样的技术，也用在了考场作弊之中。它不是用水浸泡以后字迹显现出来，而是用泥土涂抹以后字迹会显现出来。有的考生就专门买这种特定的布料制成的衣服，再用那种神秘的药水把四书五经中的经文写在上面，以作考场作弊之用，这样就能够瞒天过海。不好意思，又有点跑题了。那么唐伯虎和徐经到底有没有作弊？他们有没有从程敏政那里得到考题呢？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可能性更大的是程敏政在唐伯虎与徐经拜访他的时候，对今年可能出的考题做了一番预测，其中有可能提到了那个特别难的题。那时候程敏政还没有被任命为主考官，所以不能算是泄题。而到了后来，程被任命为副主考官，这时候他的出题范围可能也是在他以前的思路之中，所以就出了那么一道特别难的题。这样似乎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舞弊行为。不过呢，大家细想一想，徐经和唐伯虎专门去拜访程敏政，或许他们已经猜到了程敏政有可能会出任这一届的主考官，他是会成为出题人之一。因为主考官的任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比如说通常是出自于太子府中人。程敏政在朱佑樘做太子的时候确实做过他的老师，出自于太子府。而且主考官应该是礼部的官员，程敏政当时正好是礼部右侍郎，所以徐经带着唐伯虎去拜访程敏政，应该是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去的。明孝宗虽然亲自审理了此案，但是呢也没有审出一个结果，最后只是各打50大板。华昶被贬到了南京太府寺做了一名主簿，程敏政被责以行为不检点，让他提早致仕，算是被罢了官。知道判决以后，程敏政是气愤难平，没几天就去世了。而唐伯虎跟徐经呢，也没有按舞弊罪论处，只是说他们行为不检点，攀附权贵，最后呢是剥夺了他们身上的功名，而且永不许参加科举。这一判决让唐伯虎还没有开始的仕途就从此彻底的终结。从此明朝历史上少了一名官员，而中国历史却多了一位天才横溢的画家。徐经并没有死心，他还期待着能够再次参加科举，所以他一边旅游一边等待着皇帝大赦的命令。但很遗憾，他最终也没有得到大赦，而自己却在旅途中生病，不幸去世。徐经有一名曾孙叫徐弘祖，在这个人的心中住着一颗异动的心。他立志走遍中国大江南北，他也确实是身体力行，他尽他的所能做到了。在中国历史上，他被人称为游圣，喜欢四处游览的人很多，比如说李白，比如说苏东坡，但能真正被称为游圣的只有他一个人。对于他而言，旅游并没有什么功利色彩，他也没有带着任何的宗教背景，他只是单纯的喜欢，他只是单纯的响应他内心的渴望，想来一场与山水之间的对话，以此来经历生命的另外一种形式。徐弘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更加为人所知，他叫徐霞客。那也许有的朋友会问，如果没有科场舞弊案的话，唐伯虎在那一届会不会中进士呢？从最后公布的结果来看，唐伯虎和徐经的文章都没有入围，也就是说，即使是没有这场舞弊案，他们两人也没考上。当然了，不排除有其他考生的作弊，将他们二人的考卷倒换。我只说在正常情况下，这两个人也是会落榜的。
在考试以后，唐伯虎声称能够拿到第一，其实他确实是有点轻狂了，而他为此也付出了终身的代价。那一年的状元是另有其人，其实唐伯虎输给他一点儿也不冤。这个人名叫伦文旭，是广东佛山人，状元及第粥就是由他而来。据说那是他在求学过程中经常喝的一种粥，这是一种混合着白米和猪杂做成的粥。猪杂在当时来说是不入流的，只有贫苦的人家才会吃。伦文述出身贫寒，但他却真的是连中3元，乡试第一，会试第一，殿试第一，最后是状元及第。他后来的3个儿子也是不遑多让，他的大儿子、二儿子都是乡试第一，中了进士；三儿子是会试第一，殿试第二，中了榜眼。伦文述一家可谓是一门4进士，我相信广东的朋友对这个人肯定是更加了解。除了伦文述以外，在那一届中还有一名考生，可谓是出类拔萃。他中的是2甲第7名，1甲是3名，那么2甲第7名就相当于是全国第10名。虽然只是第10名，但这个人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则远远超过了以往无数个第一名。他被称为圣人。据梁启超说，中国历史上只有2个半圣人，第1名圣人是孔子，第2名圣人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位，那半个圣人则是曾国藩。我想朋友们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没错，他就是王阳明。王阳明是出生在公元1472年，他比唐伯虎小2岁，也是一名70后。在这次考试之前，王阳明已经参加了2次进士考试，但都落榜了。对于科举考试，王阳明一直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并不是特别的热衷。虽然说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年间的状元，但王阳明的志明显并不在此。在王阳明只有15岁的时候，进北京一个重点的私塾读书。当时他问他的老师说，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老师就回答说，当然是为了登科及第，就像你父亲那样。王阳明则回答，读书不应该是为了这个，读书应该是为了成为一名圣贤。这句话让老师听着非常震惊，纳闷这孩子得吃了多少盐呢？这么想成为大贤。王阳明这一家族应该是出自于琅琊王氏，他们家的祖庙中供奉的先祖是王羲之，也有人说他们这一家可能是出自另一支，就是王导的那一支。王导大家知道，王与马共天下中那个王就是王导，不管是出自于王羲之这一支还是王导这一支，都是出自于琅琊王氏。中了进士以后，王阳明是在朝中做官，后来因为仗义直言得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太监刘瑾，刘瑾就把他贬到了贵州的龙场，在那里做了一名纵9品的驿丞。贵州龙阳那个地方当时还是非常的荒凉，毫不夸张的说，是一个连鸟都不会上厕所的地方，因为那里瘴气弥漫，伺候他的3名仆人都先后生病。王阳明反过来要照顾这3个仆人，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王阳明悟出了圣贤之道，史称龙场悟道。他悟出了8个字，圣人之道，悟性自足。意思呢，就是说圣人之道不必外求，就在我的内心，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学由此就诞生了。当时的明朝奉行的是儒家的理学，就是朱熹的理学。理学跟心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理学是向外的，朱熹讲究格物致知，其中的格并不是分开的意思，而是走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人的内心要走向万事万物，从万事万物中体会天理。也可以这样理解，人的内心本来是空的，他通过不断的从万事万物中汲取养分，最后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圣贤。王阳明最早也是学习的程朱理学，后来他还亲自做了一次示范。朱熹不是说格物致知吗？王阳明就7天7夜一直盯着自己家中庭院的竹子，他想从这种对竹子的专注中得知天理。但7天7夜过去了，他也只是盯出了一个寂寞，什么天理也没得到。由此他开始质疑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认为，人的内心本来就是充满的，只是到后来因为私欲等各种原因，
屏蔽了内心，使得人们失去了本我。所以人们要在生活中不断的修行，来去除那些屏蔽物，这样才能恢复内心。所以对于圣贤之道的追求，王阳明的心学与理学截然不同。理学更偏重于向外求，而王阳明则是向内求，向自己的内心去求。王阳明的心学确实是有些难懂，不过呢，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方便大家理解。曾经有一位老农很穷，已经吃不上饭了，所以呢，无奈之下，他就决定将自己的那块土地卖给王阳明。王阳明知道以后呢，看到这个老人很可怜，就没有买他的地，而是借了他点钱，让他能够维持生活，希望以后能够有什么转机。这件事情后来就过去了，我们将之称之为第一阶段。后来有一天，王阳明跟下人们一起出行，看到了一块土地，当时王阳明就感叹道，这块土地风水实在是太好了。身旁的下人这时对他说，这块地就是当年那个老农想要卖给您的地。王阳明听到以后颇为后悔，后悔当初应该收了这块地。这就是第二阶段。王阳明毕竟是一代圣人，他很快就意识到刚才自己这个后悔的想法实在是有违圣道，他为此感到羞愧。这是第三阶段。随后王阳明开始闭目冥想，过了一会儿，他就站起来说，私欲已经被我克服了，我的内心又恢复了宁静。这是第四阶段。当王阳明没有看到那块地的时候，他的心就没有被任何的私欲影响，他的心不动，也是王阳明在晚年总结他的心学思想时总结的4句话中的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到了第二阶段，他意识到这块地是风水宝地，心中有了思念，就是4句教中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随后他为此感到羞愧，进入了第3阶段，就是知善知恶是良知。最后的第4阶段，他的内心又重新恢复了平静，就是4句教中的最后一句，为善去恶是格物。从当时的世界范围上来看，王阳明的思想与另外一个人的思想也是非常的接近，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是一名德意志的神学家。两个人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时代的人。王阳明比马丁路德大9岁，马丁路德是80后，两个人的思想也非常接近，都主张用主体性的思考挑战以往的经验派哲学。马丁路德认为，每个人只要依靠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不需要通过神职人员，不需要购买赎罪券，也不需要教皇，就可以因信心而得救。这就是因信称义。很明显，他的思想也是向内求的，这点和王明阳的心学是一致的。在马丁路德之前，天主教遵从的是因行称义，称义的途径是信徒、神职人员，最后到上帝。而马丁路德的思想则是从信徒直接到上帝，减少了神职人员这一个中间环节。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大家有没有觉得在我们心目中，马丁路德更像是一名现代人，而王阳明则妥妥是一名古代人？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好是公元15世纪。刚才提到了唐伯虎与王阳明参加科考的时候是公元1498年，而在这之前的6年，公元1492年，哥伦布刚刚发现了新大陆。1492年也被认为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所以也就难怪马丁路德会被认为是一名近代人。也就是说，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东西方都诞生了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西方，这种思想迎合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发展，所以被广泛的接受、推广，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而在东方，王阳明的思想则受到了当时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禁锢，最后心学还是被官方和学术界所抛弃。当然了，这其中有官方和传统儒学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心学本身的缺陷所致。心学最终只是成了诸多的思想浪花中的一朵，并没有成为主流。王阳明和唐伯虎到后来还真的有可能再一次交集，这就是宁王之乱。宁王朱宸濠的先祖是朱权，是朱元璋的第16子。
很有才华，当时手下有8万精兵，驻防在明朝的北部边境。后来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变的时候，曾向朱权借兵，并且答应朱权得天下之后2人平分。但等到朱棣赶走了朱允炆，得到了天下，却彻底忘记了自己的许诺。宁王朱权说，你不给我1半天下也可以，那给我2块好的地方让我做藩王也行。于是他就想要苏州，朱棣不给，他又想要杭州，朱棣还不给，最后朱棣给了他江西的南昌。从此以后，宁王的后代就在江西做了藩王，一直到朱宸濠。朱宸濠也是70后，他生于是公元1476年。到了正德年间，朱宸濠就想造反，想夺回他先祖应得的1半天下。为此他是广招贤士，当时赋闲在家的唐伯虎就在他的招募人员之列。唐伯虎起初并不知道朱宸濠想造反，但后来慢慢的觉察出了他的造反意图。这时候唐伯虎想离开，但朱宸濠不干，所以唐伯虎就开始装疯卖傻，身上经常是不着寸缕，而且逢人便说我是宁王请来的贵客。最后宁王无奈，就让他离去了。再后来就是王阳明用了很短的时间平定了宁王之乱。唐伯虎因为曾经效力于宁王府，所以当时也受到调查。不过好在他离开的早，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株连。恐怕唐伯虎也想不到，当年同他一起参加科考的被他瞧不起的考生，到今天却是一个能够决定他生死的人。1498年春天的那场考试，成了王阳明与唐伯虎命运的分水岭。自那以后，2个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几年以后，王阳明龙场悟道，而唐伯虎则在江南的温柔乡里沉醉于侠妓、饮酒和卖字画。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赋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2个人都曾经经历过逆境，逆境像一把火，烧得唐伯虎心如死灰。而对于王阳明来说，这把苦难之火更像是一把淬火，让他能够涅槃重生。我们虽然无法将作为艺术家的唐伯虎与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王伯阳做一个功利性的比较，我们只比较他们的内心。唐伯虎最后在困顿潦倒中死去，他临死前写下了这样几句：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狱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终其一生，唐伯虎的心都在他乡。6年以后，王明阳病逝，在临终前，他说出了最后的8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